教えて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呢，应网友要求哈，让我聊一下这个三上优雅退役的这么个事情哈。那么这个事情呢，我其实不大想聊，因为聊这个呢，肯定是被黄标的嘛，就是在优管上面它其实有限制哈，聊这个话题。但是呢，对吧？为了响应这个一直支持我的网友呢，我们今天就来深度聊一下，就是日本的 AV 产业啊，以及包括三上优雅退役的这件事情啊。那么三上优雅退役啊，也就是再也不演这个成人电影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经爆出来的。但是呢，实际上呢，他的意思是说呢，就是到11月份为止呢，其实他还会有作品陆续出来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我首先就说，三上优雅呢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一个女演员哈，也就是说她到最后呢，还是为了业界着想。其实任何一个成人女优的这种退役啊，也就是退休呢，实际上都和她的人气下跌是有关系的哈，就是说她再也没有办法提供太高的那些收益了，所以呢，经纪公司还有包括跟他一起合作的那些拍摄公司呢，都会给他提个建议哈，就是说你是不是要见好就收了？就你年纪大了，你的这个市场呢也没有再继续往上走了，然后呢也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了。如果要继续拍下去的话呢，可能就要走那些非常重口味的，就是拍起来很耗体力的那些作品呢会比较多一些，就那种单纯的卖萌啊、拍个剧情啊、拍个企划啊这种就没有了哈。所以呢，一般来讲呢，这个时候呢，一个挺级的女优呢就会选择激流勇退哈。所以呢，可以看到呢，就是三上优雅呢，相对来讲，虽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优哈，就是有一个日本的这种成人女优的这个智力竞赛嘛，三上优雅在这个就是惠比四他们那个组合里面呢，实际上呢是智商是最低的哈，但是呢，她这个服务精神应该是最好的哈，就是相对来讲呢，在品德上面，就是说业界品德上来讲呢，三上优雅这一次呢是做的是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这单纯是讲三上优雅这一个人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讲到日本的这个成人影业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就要讲以前我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哈，在暴走大事件的时候呢，其实认识东尼大木哈，就东尼大木有一段时间不是和李迪啊，还有包括那些有名的那些网红一起合作嘛，在暴走大事件里面有出现过嘛，所以那个时候呢有点联系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东尼大木那边呢得到一些就是这种成人影片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哈，就这个业界到底是怎么样存在，然后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规则啊。首先，东尼大木这一个人哈，他给我的印象呢就非常的不一样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的东尼大木可能就是一个好色的中年大叔，然后呢猴急，然后就是怎么整天收高利贷之类的这样的角色。但是实际上他本人呢，他一开始进入演艺圈呢，其实追求的是演艺梦想，他其实是想演电影的哈。然后呢，他爸是一个导演，然后呢就让他进这个业界。但是呢，在演艺道路上来讲呢，不是特别顺畅。后来就发现，在成人影片那边呢，还有一点对他的需求哈，他就转行进了这个成人影片的男优哈。然后呢，他就说呢，其实成人影片这个行业呢，其实拍摄环境和拍摄条件呢，其实都是非常辛苦的，经常都是早上可能是6点钟就要进现场，然后呢一直拍到晚上10点钟，然后一周可能要拍3天或者4天的样子。它不单单是工作时间长，而且很耗体力嘛，尤其耗男性的精力啊。所以呢，基本上一周3、4天其实已经是非常极限的，就非常辛苦了。但是基本上来讲呢，你如果不按照这一个程度去拍的话呢，基本上赶不上它那个档期哈。就是在日本，其实成人电影呢，其实是分3块哈，主要是分剧情、企划还有素人这3块哈。那么剧情呢，就相对来讲呢，就是说还有一些表演的成分在那里，比如说什么收高利贷啊，什么学校的老师啊，还有什么叫各种各样的电车的痴汉呐，这些，它终归还是要有一个剧本，还有一个导演。然后呢，其实观众想看呢是后面的那一部分直接来的那部分，但是呢，前面那一部分呢还是需要一些演技和演员在那里支撑的哈。你就像东尼大伯就说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这种搞剧情片的呢，就最讨厌那种年轻的女优哈。就在这个行业呢，实际上年轻女优的这个占比是最大的，就是说大部分都是20岁出头，然后呢就是没什么经历过社会，然后听说干这个行业能够赚很多钱，情商又很低，然后又自以为自己是明星就耍大牌，然后呢导演说什么也不听，教了半天也不会，然后这样的女星是比较多的啊。然后呢他们那边那个男优呢都是熟的都快透了，都40岁50岁的，然后看着那些20岁的那些小姑娘在发脾气的时候，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所以对于拍剧情片的这些演员来讲呢，其实他那个拍摄的这个日程呢是非常非常紧的哈。但是呢，像东尼大木那些呢，他们是想更多的表现一下自己的演技，但是呢，基本上他们的演技也没有什么人看。
而且他们也没有太多时间准备。你说一个正常的一个电视剧，或者说一个正常的能上大荧幕的一个作品呢，基本上不会当天看剧本然后当天拍的。但是呢 ，AV 的这个业界呢，它就是这么个要求，所以呢，他也知道这种表演呢是不可能得到什么赞誉的。也就是说，你基本上没什么时间准备，然后呢，主角呢又是20多岁的小女孩，然后是最不会表演的那帮人在那演这个东西啊，所以呢，就是质量肯定是保证不了。但是呢，起码也是一个表演啊，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就是他表演的一个追求啊。所以呢，你要明白，在这个业界呢，拍剧情片呢，其实吃力不讨好，就是他拍的时间呢比较长，但是呢，就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对剧情还有一些追求，还有一些演技上追求的人呢，他会拍这个剧情片，就像东尼大木。然后呢，你比如说女优当中像什么波多野结衣啊，什么吉泽明步啊，他这样的演员呢，对拍剧情片的这个兴趣呢，是大于拍那种企划片的。企划片来讲的话呢，就更有点像那个真人秀啊，就相对来讲没有太多的剧本，然后呢，更多的是靠女优的这种就是本色表演啊，然后呢就直接来的那种。你像三上优雅这一类的呢，他就比较喜欢拍企划片啊，就剧情片来讲呢，拍的有点费时费力啊，对他来讲不是他擅长的方面啊。然后第三部分呢，叫做这个素人片啊，素人就是没什么经验啊，那就是没有拍过 AV 的这么一些女性。然后呢，素人片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说它的产量可以最大，然后呢拍的速度也最快，然后呢成本还比较低哈。关键就在这里，就是成人影片的这个主要的支出呢，其实是那个工资支出哈，就是女优的工资是占了大部分的。然后呢，知名的女优呢，你就要给她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呢才能让她去拍这个东西。但是素人来讲的话呢，因为她不知名嘛，所以呢，对他来讲，可能10万、20万左右的拍一支片，他都会愿意。相对普通打工来讲的话呢，赚钱就比较多一点。所以包括制作公司，还有包括就是市场反应来讲的话呢，其实素人这一块呢，相对来讲是成长的比较快的一块哈。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就是跟自媒体的崛起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他根本就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非常有经验或者是非常会做，然后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人。这个东西对于所有的观众的判断来讲，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他们想要的就是新鲜。然后呢，你越是不纯熟，然后你显得越是不懂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反而觉得开心啊。所以呢，像性这种行业呢，到最后呢，都是叫新人驱逐旧人，劣币驱逐良币啊。就是说，你制作的越用心，你亏的越大啊。就像东尼大木他们所说的这个剧情片这个行业哈，就是你可以花大价钱，你也可以多花些时间，然后呢，你也可以说慢慢拍。你说一个这个剧情片，你拍它1个月啊，把这个品质搞得好好的，然后呢，你做了一部非常好的这种剧情片出来之后，它的点击率呢和一部普通的素人片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就是不见得有很多人愿意看，因为有很多呢就看前面的剧情都是跳过的，是吧？所以呢，业界最后呢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共识，就是拍剧情片呢，基本上就是要1天1部这种水平哈。你要明白一点，就是在性这个市场上面来讲的话，基本它就是完全的公开竞争啊，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我很喜欢研究这方面的东西呢？倒不是说我因为我是个 LSP， 就是研究经济学哈。我记得有一个日本的经济学家就说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其实都是有政府管控的，就是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没有所谓的你能看到的完全的供需曲线哈。但是只有一个行业它是非常接近市场规律的，那就是什么行业？那就是性的行业。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面，谁可以最简单的偷渡到美国，然后瞬间能够找到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那只有女性。所以你要知道，美国的任何一个行业哈，它只要政府说我要加强这个全球贸易，我要让别的那些国家的那些产业进来竞争的话呢，他们都会有这个产业工会举这个牌子，然后呢去示威，然后去跟政府说你不能够这样，你要这样我们下次不投你，然后威胁你，对吧？民主社会不都是这样的吗？但是你有见过所谓的妓女举个牌子，然后说你要封锁边境，不要让其他的妓女进来吗？基本上没有。你有听说过所谓的妓女工会这种东西吗？其实你也没听见过。所以呢，就因为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需求，而且呢，就是吃饱了他就想要的一个玩意儿。然后呢，他基本上他也不在乎吃的好还是吃的不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长得漂亮的你要$100，那边过一个街头一个长得丑一点的只要$15，也许那男的就跑到那$15那边去了，它基本上就是市场价格。它其他所有的包括什么长相啊、身材啊这些你看起来很重要的要素，在性的这个行业面前呢，其实都不重要。就像那个素人，他确实技术是不行的，然后呢表演也不好。
但是呢，就是日本人就是喜欢看嘛，所以呢，到最后呢，都是素人片挤压了这个剧情片和企划片的这个市场，然后呢，导致呢，他们那些行业呢，其实是一年不如一年啊，总体收入呢，应该是不如以前哈。就是我知道的话，应该是吉泽明步他们那个时代的话，收入应该是最高的哈。然后到现在呢，因为吉泽明步那个刚好是素人还没开始的那个时代，基本上只有剧情片和企划片，素人其实不流行啊。但是呢，到现在除了素人比较流行之外呢，还有各种这个外国的这些色情网站，所以呢，行业的景气程度呢，肯定是比以前下降。但关键就在这里，就是网友想让我聊的呢，除了说到这些女优的这个收入之外呢，他其实还想知道一个，就是在日本这些女优的地位是怎么样的。你要明白一点哈，就是虽然说这个成人电影影业呢，也算是娱乐圈的一种，那东尼大木呢，也算是一个演员。但是东尼大木最出名的就是长得和周杰伦比较像啊。你要说他在日本有多大的地位呢？其实呢，他也没什么地位。就像东尼大木，他说他自己有个家庭，他自己有个小孩，他小孩上学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他的那个班主任会把他爸的那个职业给泄露出去。就很多人是瞧不起他干这个工作。你想想看，如果你有个女儿，然后呢，你是一个演成人电影的这个男星，然后你想想看，你小孩在学校里面遇到的是一个多么尴尬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虽然都是演艺圈哈，为什么成人电影业的这个地位它就比较低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距离感产生尊敬呢，也就是说这演艺圈的人呢，他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他不能够和你距离太接近呢，也就是说他不能够脱光了给你看。成人女优她虽然是一个演艺人员，但是她和你相见的方式呢，其实是最坦诚的。你就比如说有个出租车司机，然后呢开车，然后车上坐的是新垣结衣，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那可是兴奋到天了，是吧？但是如果遇到是波多野结衣的话呢，他唯一能想起的就是他不穿衣服的样子。这个粉丝呢，对于这种成人女优呢，他最缺乏的一种东西呢，就是叫做尊敬啊。他们总是把成人女优或者成人男优呢，放在比自己地位更低的这个角度去审视啊。如果说你可以不做这个，而是做其他那种能够穿着衣服展现幻想的这些行业的话呢，你当然不会选择这个。就像三上优雅，如果他能够继续他的偶像路线的话，他绝对不会选择成人电影这一条路线。所以呢，这就涉及到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就像刀郎最近的这个歌《罗刹海市》，它其实就讲了演艺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逻辑，就是所有的演艺圈给你展现的东西呢，都是和现实相反的。演艺圈的本质是什么？是一个梦，是一个叫做希望的梦。它不是让你来看现实的。为什么以前你们看那些小说都是什么穷酸书生都遇到了个什么仙女，然后两个人共结连理？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写？因为写这些书的人就是穷酸书生，然后呢，买这些书的人呢也是穷酸书生。然后呢，你说当现在这个电影动不动就是什么女下属爱上了霸道总裁，然后最后喜结连理，他为什么会拍成这样？就是因为写这个的呢也是女穷下属，看这个的呢也是女穷下属。你没有必要向着穷酸书生和女穷下属去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你只需要告诉他这个梦想当中是这样。文艺圈它就必须站在和现实相反的逻辑去构筑一个又一个希望的泡泡。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看的所有文艺作品呢，都是叫做软色情的东西，都是在色情外面包了一层糖衣。而成人电影这个行业呢，它就等于把那个糖衣给它给剥掉了啊，所以呢，它其实就是赤裸裸的真实。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作品呢，是会比成人电影更真实啊。你比如说，我们就单挑成人电影剧情片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就会发现这里面所有的剧情呢，都只有一个剧情，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一个女性幸福生活是怎么样被破坏掉的。就基本上，比如说，哎，这个来收高利贷了，然后哎给你看个照片，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把你搞定了。又或者说什么女教师本来是勤奋向上，然后想要教导那些不良少年，结果被不良少年反打一耙，把自己家里都霸占了。这是我们讲一个女性怎样从一个理性的美好生活逐渐堕落到只有感性的动物生活啊。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成人电影里面，东尼大木他只能演坏蛋啊，他能选的角色就只有坏蛋这一个。你可以拿一些电影上的基本准则去判断所有的这些剧情片，你就会发现，第一，所有的男性都是坏蛋。在这种剧情片里面呢，基本上是不会出现任何一个好的男人啊。然后所有的女性呢都没有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找不到人商量，然后呢没有人能帮他解决问题。所以呢，最后的所有的剧情片呢都浓缩成5个字，就是女性的悲剧啊。AV 产业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以快速生产、大量劣质女性悲剧作为卖点的一个娱乐行业。那么这样的行业其实你就叫什么？它就不叫希望的行业，它贩卖的就是绝望。
但是有一些绝望的男性呢，看到这种绝望呢，他兴奋，所以呢，就是绝望的产业遇到了绝望的观众啊。然后他为什么如此的绝望？就是因为他非常的接近真实。你要知道，消费成人电影的男性，他成功人士是比较少的。真正的成功人士，他拥有足够多的性资源、性权利的时候呢，他是不需要看这些东西的啊。所以你就明白一个问题，就实际上真正消费这些成人电影的和这种消费见证的人呢，其实是一个重叠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这帮男性来讲，首先呢，他们的人生比较绝望，在性上面呢，他们能够选择的最便宜的娱乐呢，就是这些成人电影。然后呢，在政治上来讲呢，他最没有地位，他影响不了任何的决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才会做梦啊，自己能够指导什么习近平干活，指导普京干活，指导拜登干活。你不能够说，当你看完了成人电影之后，你会产生一种啊，我生活越来越好，然后呢，我要努力向上的这种希望的感情，你是不会的。你只会在那种闲者时间之后呢，陷入无限的后悔和绝望之中啊。所以呢，就这样一个娱乐行业来讲的话呢，它的从业人员呢，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高地位的演艺圈的从业人员。所以，即便说他在日本呢，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受到歧视。但是呢，他也不能说有多受到尊重啊。你只要是传递绝望，你讲的是绝望的真实的时候呢，你就没有那种传递希望的虚假更有价值。所以呢，这就是我对成人电影业的一个总结哈。第一个，收入呢肯定是比以前要少，它已经不是巅峰时期了。就像现在自媒体逐渐蚕食了顶层的流量一样，就是现在素人呢是在逐渐蚕食着上面那些顶级女优的这个市场份额。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它的地位呢其实也不高。然后呢，不管你的社会有多开放呢，它也高不上去哈。然后呢，如果你能真正理解的就是成人电影它为什么会拍成现在这个劣质的女性悲剧，然后纯男权的这种形态，就是因为要看的那些人呢，都是在现实当中得不到满足的那一群男性。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